为什么大家对限定这么疯狂呢？因为错过就要再等1年。这集我们不聊包包或者是美食，要带你看新北石门最强的4月限定组合。大家都说国外旅游比较香，但台湾其实藏着你意想不到的世界级优势。你能想象吗？前20分钟我们还在山里感受春天的花海，20分钟后我们竟然到了海边，看着登上国际杂志的奇迹美景。这就是台湾，这就是石门限定。今天的第一站呢，我们直接切入主题，来看石门的季节限定。这里是松山百年梯田，现在大概是国历的4月的时候。那每年4月到5月呢，是鸢尾花盛开的季节，所以我们就来到这边呢，欣赏漂亮的鸢尾花。其实从2月开始呢，北海岸就迎来了它最热闹的季节，因为你一路呢从樱花、紫藤花、鸢尾花，然后到南瓜，再到夏季的时候呢，大家会到这边海边去玩水啊。然后这边呢，其实因为我们没有来拍过鸢尾花，所以今天就是自己想来看看，也顺便拍给大家看看。怎样？你要去参加摄影展哦？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哇，没想到说来到这边呢，还可以看到这样子小小的溪水流过。这边因为临近青山瀑布的关系啊，夏天其实还蛮多人会喜欢来这边。那水质呢，就是从上面这样下来，非常的干净。我看蛮多从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啊，都会忍不住停下来摸一下溪水。我跟你讲，我有看到人家说，青山瀑布是台版的奥路赖溪啊，这么夸张？大家停好车之后，建议一定要走下来，千万不要偷懒，因为走下来这边之后呢，视野是更加的漂亮的。那因为我们很久之前呢，其实还蛮常来这边，当时呢都没有铺这些步道，那所以呢看起来就是比较杂草丛生。可是它现在整个重新整理过了之后呢，这里就非常的漂亮。那我觉得即使不是鸢尾花的季节呢，也很值得来观赏。我觉得最厉害就是它铺的这一些石头，让它的那个构图上面看起来更漂亮了。我们在资料上看到鸢尾花的花期是每年4、5月，可是因为现在气候呢都有点怪怪的，我们今天拍摄的时间是4月14号。那等大家看到影片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一定要赶快来了，因为花期什么时候要结束不太清楚。疫情那几年，我们家常往这里跑，但是总觉得心里少了点什么。时过境迁，再次踏上这片土地，看着眼前这整齐精致的规划，才发现只要有人愿意用心整理，台湾的景点真的不输国外。真心感谢那默默耕耘的人，让我们热爱的土地展现应有的美。我现在宣布，这里荣登我北海岸最好拍照的景点第1名。今天是礼拜2哦，可是你要拍到一张没有人的照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。我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啊，大家时间抓松一点，大概要停个半天，因为你光拍照呢就要花非常久的时间了。我原本安排就有半小时，我现在应该已经过了2个多小时走了。其实早在300多年前呢，就有人来到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个山坡。那依照先民的智慧呢，他们就觉得说，这个地方呢，他们就把它弄成梯田。那当时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因为满山满谷呢都是大屯山的火成岩，他们就觉得应该要就地取材啊，于是就取了这些石头呢，加强了这个梯田的边坡，用三角鼎立法呢去建造它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它其实是全台湾唯一的火山建筑群。你看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呢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火山岩堆叠起来的边坡。提到百年梯田呢，就不得不来讲一下许家石头厝。当时呢，他们用就地取材的火山岩呢，建完了边坡之后，还有一些余料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把它敲打成他们想要的形状，盖成了这间石头厝。那当然，这间石头厝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，经过了一些整修啊，还有改良成现代化了，变成现在的样子。我在想说啊，如果当初他们来这边发现的是黄金的话，会不会变成黄金梯田、黄金厝？不会，它会直接发财。那个硬度太硬了，没有办法啦。目前许家还是私人住宅，但是屋主非常的佛心啊，开放这个空间给大家参观，而且还提供厕所给大家使用。那我觉得，既然屋主这么的佛心，对，就是大家要好好珍惜这个环境。
许家在这边有卖一些他们自己的农产啊，那我觉得既然他们这么佛心呢，来支持他们一下也是必要的。我们今天呢买了洛神花茶，还有黑米。这黑米呢是比较特别的东西，因为我们一般能吃到的黑色的米呢，大概就是黑糯米，但是这个黑米呢，它是糙米，吃起来口感会啵啵啵的，跟糯米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它这个营养标示啊，为什么看起来有一种在看叶黄素的广告一样？天哪，这个也太好喝了吧！而且里面满满的洛神花，浓度有够哦。重点是做成冰沙状啊，正合我意。这位阿北真的太可爱了，但是很抱歉，你刚刚说的那些内容我都不能播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真材实料，非常有效。总之一个字，赞啦！我们来吃个玉米，这边有一些小小的摊贩啊，有卖一些小东西可以果腹，我觉得是还蛮贴心的。哦，这好吃哎，它吃起来有一点点黏牙口感，应该算是那种糯玉米。对，是那种看起来就好吃的玉米。这间是原味面店，我看评论有人说啊，这间是北海岸最好吃的面店，还有人说所有经过这边的人都给我进来吃。我以前有拍过这间店，我也讲过一模一样的话。因为这一间店啊，我就想说，北海岸我最近再来尝试吃一轮，结果它还是我最喜欢的一间面店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超好吃？好喜欢哦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调味啊，就是非常的刚好，不会过咸过淡，然后它的卤肉卤汁都非常的香。因为我以前啊，每个礼拜都要经过这边去上班一天，然后这一间啊，是我最爱停留下来吃的一间。这个是你那一周上班路程最远的一天，但是会因为这一餐变成你最期待的那一天哦。因为有时候我要去上班的时间比较晚，所以常常会吃不到。它最厉害的地方呢，就是它整个卤汁会扒在面上面，而且它的卤汁是还蛮有层次感的，我吃得到有一点点酸酸的口感，那会让整个口味呢没有那么的腻口。而且你在那边搅拌的时候非常的香。这一碗我可以都拿走吗？我刚刚说要点大碗的，你说了什么？我们应该要吃下一个菜了，可是我有点不太想要放下它，它真的很好吃哎，再让我吃一口啊！我觉得用卤肉做的，我目前少吃到比它好吃的。其实他们家最厉害的是芋头鸡卷，可是今天刚好卖完了，所以我们就点了嘴边肉跟干莲。那我刚刚试了一下嘴边肉啊，觉得算是蛮不错的，柔嫩不干柴。那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，可是水准之上了。那最让我惊喜的是他们家的酱汁，蒜味，然后带一点点甜度。吃起来呢，就是会让你很容易一口接一口。另外这个是干莲，干莲的话呢，就是嘴边肉好吃的话，干莲一定也是很好吃的。这一份的价格呢是60块钱，虽然跟市区点到的价格差不多，可是市区常常是用圆盘，这边是用长方盘，它的分量比较多。我刚刚就问老板娘说：“你现在这样子这么大的分量有赚钱？”她说：“没办法，这就是一个乡下地方啊，分量一定要够。”这一份是烟熏猪耳朵，我觉得吃到的时候有点小惊喜，可以吃到它那种香油的味道，然后拌上蒜苗，很像我们在宜兰吃到的口味，像鸭嗓那样子的。这个炸红烧肉也是非常的好吃，虽然都冷掉，可是呢还保留它的酥脆度，而且不会反油。我们点了一份烫青菜，今天上来的是空心菜，吃起来真的特别的好吃，因为它的油葱酥啊，加上卤汁卤肉啊，哇，我觉得它的卤肉一定是拌什么都无敌啦。它的油葱真的是好多好多，而且是那种酥脆啊，没有油耗味的，可以吃到那种烤的感觉。
评论上也有很多人跟大家分享说，蚵仔汤是必点的。你看这个蚵仔也太大颗了吧！而且它姜丝也给很多。我有时候想说，是不是因为老板娘认识我，所以她有时候给我比较多，分量比较多。我希望大家来也是这样子，然后。哇，这个蚵仔很新鲜，而且嫩度呢是很对的，咬下去呢就是整个在里面爆开来。这家是店家石花冻，每次经过这边呢，我就一定会来买一杯。这家我们拍过好多次哦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石花冻之外呢，还可以加3粉圆，有2种口味可以选，一个是冬瓜柠檬，一个是蜂蜜柠檬。那另外呢，他们家的柠檬汁也非常厉害，我们是会买那种1整罐回去啊，回去不管是泡饮料或者是淋在鲑鱼上面都非常的棒。点餐的时候，老板还会问你要酸一点还是要正常，其实正常就已经还蛮酸的了。对面的连登糕饼店本来也是我们今天要拍摄的名单，可是它就突然没开。这也是在地的老饼店啊，然后听说呢里面有很多品项都是很好吃的，不知道在地人有没有吃过，跟我们推荐一下。现在来到我们石门另外一个季节限定景点，就是绿石槽。这个景点它在每年大概3到5月的时候呢，会铺满了绿色的地毯，是它最漂亮的时候。可是说真的，它一年比一年呐，时间还要更提早。像我们10几年前第一次来约会的时候，就是来看这个景点，那个时候是6月多。你现在6月多再来看还有没有？现在5月多来，搞不好就都没了。我们刚刚在看百年梯田的时候，有说到那边遍地的火成岩。那其实整个石门呢，它都有受到火山活动的影响。比如说像这个绿石槽的形成呢，它也是因为火山活动之后呢，在这边形成了火山礁岩。然后上面呢，就是其实还有蛮丰富的一些矿物质什么的。后来呢，藻类就来附着上去了。那藻类呢死掉了之后，它又在上面形成一层薄薄的石灰质，于是就这样生生不息，年复一年的变成现在你看到的绿石槽。这个景观啊是全台湾独一无二，只有这一个，然后也曾经被 CNN 啊评选为是台湾8大秘境之一。不过这个秘境呢，现在好像也不太秘密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可是讲认真的，我们到国外基本上没有看到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这真的算蛮特别的。我们还是不免俗的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千万不要站在绿石槽上面去。首先第一个，你的安全会有疑虑；再来是你踩到上面去之后，这个绿石槽呢，它上面附着的藻类就很容易会死掉。那以后呢，你要看到这个东西呢，就会越来越难了。所以千万不要站到上面去哦。那我自己特别想再来拍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没有在那边空拍过，我一直以为不能拍，结果是可以的。在这边啊，还有另外一件刺激的事情，就是你可以看到海浪不断的拍打上来，然后当海浪很大的时候呢，它这边会像是一场天然的水舞一样。它撞击到那个绿石槽的时候会喷发，哇！我最喜欢看那个画面了，像爆炸的场面。真的，而且有时候会被喷到。如果你不遵守交通的话，不遵守这边的规定的话，被喷到活该。好啦，我们该来总结一下了。今天带大家来看石门的季节限定哦。今天拍摄的日期是4月14号，往年在这个时候呢，季节限定才正要开始，可是今年呢就已经到了尾声了，所以看完影片，大家想来的要把握时间，赶快来。那我会建议大家趁着平日人会比较少。其实我们今天来呢是礼拜2嘛，人已经都非常的多了，那更不要说假日。如果你假日来，我觉得品质会稍微有点堪虑啊。我们今天就简单吃一下小吃。那其实整个北海岸呢，我们拍的美食真的已经是太多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之前的一些影片啊，一起玩起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。好啦，这集影片就到这边啦。
大家应该很久没有看到我们有这么短的影片啦。其实整个北海岸大大小小的角落，我们前后已经拍过无数遍，但对我来说，每个季节都有它无可取代的样貌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淡水到万里的北海岸全线禁飞，直到最近发现石门还有许多地方能够空拍，才有了这一集的诞生。不知道大家偶尔会不会也喜欢这种10几分钟的影片呢？But I'll never find this anywhere.